大家好，我是吴薇，我现在美国西岸。今年是6·4 35周年，在作为时政记者非常熟悉和不断的报道记录6·4 20年之后，我发现我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回忆、纪念和保存关于6·4的讨论，使这样的讨论对当下更有意义。于是我选择了2个人物，他们的人生都因为6·4而改变。他们在过去35年里，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在记忆和保存6·4，而他们的人生也因为他们当年做的决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个人又不太为人所知。今天的讲述者是萧强，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波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的主任。1989年的时候，他在美国读天文物理学的博士。与很多6·4之后离开中国的人不同，当时他是在美国的电视中看到6·4开枪的新闻。萧强，我应该叫您萧老师，但我们都习惯我们习惯叫您萧啊，大家都叫您萧。比较容易。我这次是专门来伯克利见您，很高兴可以在重建。因为上一次到伯克利的时候是2010年，那时候我在 UC Berkeley 做访问学者，其实是在您的麾下做您的助手的。现在，所以这次回来 Berkeley 就特别多感慨。那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一个是今年是中国数字时代的英文创刊20年，二是现在是6·4 35周年，我是在6·4的这个由头下面来采访您，但是我其实真的想听您讲的是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故事。熟悉你的观众的话会知道，您现在在运作着中国数字时代和 China Digital Times， 就是中英文的双语的这个网站。在89的时候，其实您做了一个人生特别重要的决定。您当时在美国是读天体物理的博士的学生，但是听到北京开枪，您直接返回了北京。然后在目睹了北京的那个惨状的时候，您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回来美国宣布成为全职的人权活跃者。然后就做了35年这个领域的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决定，但在我看来，之所以我今天要专门来 Berkeley 向您做这样一个访问，我就觉得您一定有特别棒的人生故事需要给我们讲。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你的一些个人的观察、个人的经历、个人的选择，我相信会对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借鉴和特别好的人生的价值。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故事，是吧？都是他自己的，不管是个性也好，成长的环境也好，以及那个时代各种各样大的因素，相互这种交互的作用而形成的。那个我自己嘛，父母都是做科学的，他们原来是这个科学院的那时候叫林业土壤研究所在沈阳的这个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我自己小时候是跟外婆长大的，我跟外婆在大连长大，那是60年代。您61年出生？我61年出生。那文革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也遭到冲击对，这个外婆被带到牛鬼蛇神的学习班啊，我父母自己在本身单位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我作为一个6、7岁的孩子，也曾经流落街头或者是这个看过武斗继续在亲戚家里。可是我觉得那个时代，很多很多的中国家庭都是这样，对，然后我父母被送到东北的农村在北镇县，这个辽宁省的北镇县今天我知道李文亮医生也是从那儿出来的，真的，这是我很多年以后第2次听见这个北镇县这个名字，在那儿一个小的乡村里头住了6年，对，他们呢要干活我呢
说是在当地上小学，但那小学那时候也不怎么教课，对对，基本也没什么玩伴，大概就比较孤独的长大这样子。那后来毛死了以后，这个社会开始好转，这个我父母呢，他们调到华北的油田，然后我回到北京的亲戚家去寄读高中，对，所以我的高中是在北京完成的也是这个，这就是时代的大的变化了，就是那时候恢复了高考，对。我是第79年的时候参加的高考，直接从高中直接就考进了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当然也因为那时候考试的成绩比较好，那个时代，我想很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是所谓科学的春天。对，哎，是所谓这个鼓励科学家，是吧？什么陈景润，什么之类的，中国科大的少年班啊，对，都是那个时代最受这个媒体或者是整个这个社会追捧的。作为那时候的一个大学生，对，学物理都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想做科学家。对，在科学技术大学呢，它虽然离北京很远，但是它也相对来说很独立，学生比较自由，然后我们有一些特别是方励之老师，对，这个是我们一代人的这种精神上的激励吧。对，我个人后来因为组织一些学生的活动，跟他也格外的熟一些。那到了86年，我到美国来读继续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也是我们那些学理工的大学生的一个比较顺利的足迹吧，应该说。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差得很多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另外一个国家，更没有接触过这个到美国社会来过。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然对于我来说我还记得就是我踏上这个我在西雅图转机，因为我要到芝加哥去，踏上西雅图的这个机场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说说这以后会是我的土地我希望能够在这儿这个建立自己新的人生对，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政治上仍然是压迫的这样一个国家，对我来说总算是离开了，对。美国是个新的梦想，对。那我到了这个圣母大学，对，在那儿读书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尽量的跟美国同学交往，因为想学英文，想在这个社会想在这个土地上找到自己的这个新的人生。真的，当中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不能切断的过去，因为那个不是过去，那就是我的一部分。对。现在我刚才这么一听，有好几个点，一个是您父母在文革期间属于也是跟很多我们熟悉的家庭是一样的，是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您在文革期间上的高中？我文革末期吧，我想是那就算是那个高中，但是因为从77年开始恢复高考，所以我等于有2年的时间，对吧？这个大家都很认真读书，我参加数学竞赛得过奖这个可是，在那之前，就是我在农村没学上的时候，我后来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城市小孩也没读书他们对，大家也差不多。那个期间你都干嘛呢？干农活我的农活干得特别差，受农村小孩歧视对就尽量一个人待着这个自己找书看自己做白日梦白日梦对幻想。现在想来这个任何一个经历都是非常重要的很难说哪一段可以拿掉，等于是对，因为它都构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吧。像我刚才说，我到美国以后，自己以为那时候也年轻，25岁，中国是过去了，对我来说，自己以为在这个新的大陆要找到自己新的起点，但是
当比如说中国的天安门后来发生的时候，对，你当时你讲过是在山上做天体物理实验的，在森林里头。1989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我当时在这个做我的博士论文嘛，是一个宇宙射线的探测实验。那个探测的基地呢，离学校有一段距离，当时那还是一片野外。然后我的这个导师呢，这个就让我住在那个基地，顺便看仪器啊。对，我也很愿意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头。然后是我的同学，中国同学跟我讲说，哎，那个中国的学生抗议了啊，那个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大概4月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说，早就该抗议了啊！86年的年底，我刚来的时候，我们科大的同学就抗议过，那些还都是我的兄弟，这个然后还变成全国的学潮，对吧？我觉得他们想的跟我原来在中国想的都是一样的，是吧？当然应该要民主，当然应该抗议，但是好像我觉得那些都是在中国发生的事儿。我现在要做论文，我现在要毕业，我这个好像不直接跟我有关系。然后后来美国同学跟我讲说，哎呦，那个你看过新闻没有啊？怎么样？因为我住的就没电视，我就说没有，我也不想看。我说这个的时候呢，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好像有点没说实话，我可能不想看，是因为我有点怕看啊。对，我也对，但是我为什么怕看，我也不确定。一直到5月份有一天我到学校去，我自己对自己说就看一眼啊，就看一眼电视，看看中国到底怎么样了。他们都说这个，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5月17号，北京市全城。市民什么的都出来上街游行，声援绝世的学生。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我从来没见过北京人这么多人，而且那天实际上那么高兴，那么庆祝。当然，他们都很这个支持学生啊，很激情。可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在北京从来没有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是那么多人啊，再加上学生广场上的旗海啊，这个头上绑着爵士这个带子的学生，我当时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不是一个经常流泪的人，我都不记得在那次之前我什么时候再哭过了，可能小时候哭过，但是作为一个男孩或者青年，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哭过。可是当时当然就是那个运动，那个场面。也不是我一个人，等于是所有的中国学生我知道的也包括美国人，也包括华人等等。然后就是过了几天，这个中国学生就组织说到芝加哥去集体游行声援美国的在中国的天安门的学生，我也跟着去了。我还记得那就是19号，然后在那儿，这些学生们都义愤填膺的在那儿喊中国要民主，支持中国的天安门的学生，支持我们的同学什么的，然后就是戒严，就是戒严。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我在当时一个科大同学吧，胡杰这个政治系的，在他家里头，我们一堆人都在看电视，因为那是19号的晚上，就是戒严以后，不知道戒严部队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暴力。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会开枪，但是会想，部队可以用暴力进来，然后这个把学生拖走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市民又上街挡住了吧？对，可是那个 CNN。他就连续报道是吧？就等于是大家现场在看这个。但是特别可恨的是，这个他每隔30分钟或者20分钟，他要插一段广告。对，那广告就是什么洗衣机什么对这个，太魔幻了。对这个肥皂粉可是广告一消失，
就是那个广场上的学生人潮啊，生和死，对一个国家的命运。然后又插个广告啊，就是怎么卖东西啊？美国的这个对商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就自己对自己说，其实我没有宣布啊，我就自己说，实在是不应该坐在这儿啊，这个就是上街所谓在使馆面前示威，我也觉得很无力啊。如果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地方，如果物理上可能的话，我会坐到广场上去，对，跟所有的人在一起。对，因为突然什么广场熄灯了，他就觉得军队可能是不是要进来了，然后这广告又插进来了，又是洗衣机粉，这个然后再回来一看，没事，就广场上还是军队没有进来，那些学生还在那儿，又舒了一口气，就是那种跟自己的人民、自己的人同命运啊，就即使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然后不是军队被这个市民给打回去了嘛？对，我也就回去做实验了，直到再过了差不多2个星期，接到电话说你赶快看电视，赶快看这个开枪了啊，进来了。你刚才说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其实那个后来很多年也有人这么问我。这个包括自己的孩子啊，我儿子这个，我记得他是上小学的时候要写一个作文，对，他要让他们采访自己的父母，他其实不知道我很多事儿，但是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那时候要回到中国去？对。然后我其实都一直不能够很简单的回答我的。那个所谓的决定是怎么做的？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应当说，我当时心里就非常清醒，我一定要做点什么，而且一定要，等于是在那里。对，那即使我现在不能在那里，我也要尽量的马上回去吧。对，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唯一的，我觉得，我可能做也应该做的一个表达。对。当时当然有人说危险啊，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或者说怎么样但是那些都不在考虑之下，因为当你一个人很少有这种时候啊，不是每个人什么时候都这样。可是当你清楚的听到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决定已经做了啊。对，也许是我所有的成长的那些经历，再加上天安门发生的一切北京发生的一切，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只是执行这个决定对，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就给芝加哥的一个中国同学他叫李三元，他是芝加哥大学学政治系的。这个他呢，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我看见他在那个中国同学的集会上面，号召大家跟他一起回北京去声援学生。这个他在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声援学生。我当时还没有报名，但是因为开枪的时候，我马上就去找他，我说你还回去吗？那是6月4当天，那是6月4号当天。对。李三元说你是谁啊？我们这个行动当然取消了，因为广场也没有学生了。对对对，而且后来知道他妻子陈玉因为去声援学生，滞留在北京机场，当时被扣下了，回不来。对。那我跟他说，我说那你不是手里还有机票吗？对，这个你们不回去了，给我一张机票，因为我想回去。他说你回去干嘛？这个我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个开枪，看看能做什么。对，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去。对，我一直很记得，因为我上学的地方，包括我那个做实验的地方，离芝加哥大概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对，而且我跟他打电话是夜里。对，李三元半夜3更，差不多2、3点钟的时候，他说我兄弟，我一定来见见你。对，这个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回去？
他半夜3点啊，从芝加哥开车到我的那个探测基地，我们俩在那个探测的那个活动房子里头，第一次见面啊，对他就说中国这如何如何，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啊？可是现在这么危险，对你确定要不要回去？我倒觉得说我可以回去，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害怕，我只是觉得具体应该到底怎么做。我说你这个机票给我是吧？对，然后我呢，我说我已经跟我老板打了个电话，留了个言，跟他说我2星期就回来。对，我是不是2星期回得来，我也不知道啊。对，但是我还是决定走。对，那就这样，李三连把我开车带到芝加哥。然后这个送我上飞机，还给了我一笔捐款，说你要见到死难者的亲属，这个带给他们。1989年6月，他辗转回到中国。当他的脚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留学生，他发现自己和中国的关系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来实现。我走以前呢，没敢跟家里头讲。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只跟我科大的2个以前的哥们儿，这个最信得过的朋友，对，打了电话，那他们俩都在美国留学，对，说了这个决定，而且说，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或者不会，你再跟别人讲啊，你再跟别人讲说我是因为这个，对，想带点捐款去这个回去的，不然的话就别说啊，谁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从芝加哥，他那个机票是飞到西雅图，还是飞到西雅图？西雅图飞到香港，香港到北京。然后我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香港机场一片混乱啊，都是这个港支联，都是从飞机上刚下来，从往外跑的人啊，有的人都是刚从中国出来，有从上海，有从北京，还有人下飞机就哭，然后还有这些志愿者在那儿这个散发这些各种各样香港的报纸啊，什么北京发生了屠杀啊，这个什么屠城啦，然后这个镇压学生什么的，就是然后特别乱，对。出来的这些人是学生还是就普通人？不是，就是很多是香港人或者是外国人啊，西方人啊什么的，西方人。因为那时候中国人有护照能买机票，这2年就堵住多少人。对，那些很少中国人，都是下来的都是刚从北京跑出来的，或者是刚从这个都是外国人。然后我就在那想说，哟，我这个怎么办？对。而这会儿那个香港的机场那时候啊，对，有那个就是扩音器广播叫我的名字，说要我去接电话。我说谁会打我的电话呢？我就去接电话，然后说是这个你美国的说肖先生，这个美国的什么电话。要你马上去接，要马上去接。我去接的时候呢，但是已经晚了。但是说留言是说，中国太危险了，北京太危险了，请你就不要再进去。对，就是从香港停下来。然后我就也没有我想想，我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而且我自己已经心里头很清楚我要做什么，我就说我还是可能北京去不了了，我就临时说这个。去买了一个从香港到深圳的航班，对，我想先到深圳再说，对，因为深圳近嘛，就是这样，然后这时候那个扩音器又响了，对，又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很烦，我说我机票已经买了，我就马上就要走了，这个我去接那个电话，然后那时候他是那个接线员，就是那个转线的香港小姐，一个广东口音啊，香港话口音，说你是肖先生，我说是，他说这个你接到你的那个信了吗？就是你的美国的朋友让你不回去。我说我接到了，但是他再打来，你就告诉他说我已经走了。对。然后这个接线员小姐说：“肖先生，我能不能跟你说一句？”我说：“你跟我说什么？”他说：“我能不能劝你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哦。
我非常感动啊，就是人情味儿哈，在这个点，按理说他是工作，对他是他得他插了一句，对他得露了不专业的那一面儿。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知道我回去要干什么，但是他觉得我是一个美国来中国学生要回去嘛，对，他这句话和他的那个香港口音和这个声音，可能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头啊。我想到香港，我总会第一句想到香港人，而且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对，和我的生命的这个关系，对，那我包括我后来上飞机的时候，看一眼香港，那时候机场还在九龙机场，启德机场是吧？那时候启德机场，这个灯光啊，觉得说哦，这里还是自由，对，那时候而且还有常识，还有人情味儿的这个自由。然后我上飞机就，就是去向一个对，不知道结果的地方，可是那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那是我可能美国的，就我那2个朋友，对，左想右想，想把我停下来，因为他们在跟新闻，对，新闻那时候确实是很危险啊，6月6号、6月7号，然后我到了这个深圳。我说错了，不是飞到深圳，飞到广州。只有飞到广州，不是深圳。我到了广州以后，我当时是想第2天坐火车去北京。对。可是这个我到了广州以后，才发现自己这个其实一点都没有准备啊，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护照。所以我到旅店住的时候，别人说你证件是什么？我说只有一个中国护照。那时候拿个中国护照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因为在中国拿护照干什么？对，但是也没有别的证件。那个旅店的人就看我别扭了半天，然后我只好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留学生刚从美国回来。他一听美国这俩字又看了我这么一眼，让得我就很紧张。然后住到房间里以后就更奇怪，那个打开电视。电视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呢，就是那个军车烧毁的军车，那几天大列的烧毁的军车，然后就一个播音员在那说什么暴徒杀害了军人，这个烧毁了军车，镇压反革命暴乱，但是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就是长长的一列被烧毁的军车，然后突然停下来。也中间也没有新闻，就是夜里深夜，这个动物世界放了1小时的动物世界，哎呦，然后又是烧毁的军车，你也不知道北京别的发生了什么，好像就是军队在那儿放一段一段的那个北京人民怎么攻击军队，对他们怎么镇压暴乱，但是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特别的恐怖，对。然后第2天我还是决定去坐火车去北京，但是到了火车站呢，北上的火车不通了，那个应该是路上我现在是，当时好像没有，就说不通了，应该是就是沿途有抗议，就是这个把这个交通给切断了。我就不知道去哪儿好了，突然就站在广州火车站的原地。被这个黄牛贩子过来说，哎，你要不要去深圳？你要不要去深圳？这有深圳的什么火车票？然后我还正好有护照，因为那时候深圳很特殊，是特区。你还一般的中国人还去不了，没有证明。对，但是护照是可以的，有护照是可以的。我想到我曾经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深圳大学，对，也没跟人家联系，就说我去找他试试看啊，对。就从黄牛手里买了2张机票买了1张这个到深圳的火车票。上了这个火车以后，才这个好像好几天都没怎么都睡觉了啊，这个紧张，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到了哪。我以前也没有去过广州，我以前也没有去过深圳啊，对，我是北方长大的，然后读大学都在合肥，对。但是我永远记得就是这个，当我看到窗外那个南方的梯田水牛
啊，那个山，不知道为什么啊，对我觉得我回来了，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土啊，我是应该在这儿了。对，终于反应过来了，回到这个土地。对，我还记得，是吧？那种记得我踩在这个西雅图的机场，说要认为这个自己是在新大陆成为家的时候呢，没有想到3年以后啊，对，这块土地啊，把我在这样的形式叫回来了，给招回来了。对。那后来当然还有很多故事，我说一个啊，这个，然后我就你使劲说，你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说，我们没有时间限制。我说一个，这个然后就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我就坐那儿，然后我旁边坐着的就是一个香港的，应该是做生意的人啊，对，他手里拿的是香港的报纸，对。然后他一边看报纸一边在骂说李鹏王八蛋，对，杀人怎么能这样啊？共产党太可恶了！就在那个在火车上那样，我也从来以前没有听人这么说话，特别是在中国啊，对，对。然后他就对我说你看是不是？你看这报纸，因为我并不是从中国长大的人，对，我也知道我现在回到了什么地方，对吧？就不能这么说话吧？对，这我就不说。哎，他看了我一眼，他就特别鄙视的样子，觉得我不敢说。他说我是香港人，我能说啊，这个共产党太那么混蛋了。就这些对我都特别的震撼，可是我又同时明白说，我不是回来这个在街上呐喊的，对。我必须压制我的这个情感，对，我不能像香港人这样，我是跟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在这个时候，同时我就觉得说我能做的还是想法到北京去，还是想法找到受难者，想法了解真相。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外界都报道了什么，跟自己的城市跟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吧，只能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很这个理想主义，那后来当然又经过了很多事儿，我怎么找到的那个我的那个朋友，我走进深圳大学的校园，对，这个有2个女生看见我我还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上头写着我自个儿写的诗，对，这是我在美国就这样，这个，然后那时候长头发，穿着个牛仔裤，这个牛仔短裤，然后那个学生就过来说你是个诗人吧？我说我不是诗人啊，对，他说这个那你不是我们学校的？我说我今天刚从广州到，然后他们说那你是这个找谁呢？我说我找一个什么老师，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指给我看说，你看那个是诗人。我说谁呀？孟浪。哎呦，对，这个真的是我后来很多年以后，我跟孟浪讲过，我说这个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深圳大学，在那个场合下啊，对，孟浪真的是这个也是那时候大学生的偶像。然后我就说了2句，我说我其实是从美国来的，对，他们一听说这是吗？这个我说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想回来看看，他说那个女孩说我的男朋友就是深圳大学组织游行的，对，那个他想见你啊，这个，那你就基本上我们给你找个男生宿舍，你就先住下啊，对，然后就对我像就一下就像亲人一样。其实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说我从美国的，我这会儿回来。那时候80年代的校园人都这么淳朴哈，见到一个人就可以安排到宿舍就睡住对，但是他们他们那时候确实上非常恐惧和紧张，因为北京已经镇压了，还不知道深圳会怎么样，这些学生都是参加了游行的，都是这个都有很多话要说，然后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是一个他们可以说话的人吧，对，也许是因为我这个时候回来的原因，所以晚上我那个宿舍里头来了10几个学生对，其实都跟我讲他们当时怎么游行怎么是有人是从北京回来的。这些事儿，所以我等于是一回去还是被这个又卷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对，虽然我不能说什么更多的对，我只是说我想
到北京去，我先看一个朋友啊，对，这个但是大家都问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这个中国以后怎么办呢？对，我想起几个月之前在 Berkeley 啊，对，这个我和一些中国学生在一起，对，大家围着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中国要到哪儿去啊？就是这个时间点。35年过去了，这个同样的发问，是同样的年轻人，这个可是我就是从这些经历里头开始我等于是新的人生的道路的吧。对，当然我后来去了北京，当然我后来见了自己的父母，后来也找到了死难者家属，也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包括在街上被警察再说一个吧，多说太多了。您要多说，我就是想让你这些从来没说出来的故事，这些特别特别重要，这是记忆的肌理，这是真正的历史。但是我在深圳的时候，还是先说在深圳那2天，后来他们就找到了那个老师，向立平老师，对，原来是南京大学的英文系的老师，然后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到南大去过，然后认识他。这个我只知道他那时候在深圳大学教书。向立平，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儿啊？对，我会非常怀念他。这个他家里头就来了一个北京刚来的大学生，对，那时候然后晚上时候我去的时候，他请他的2位朋友，都是深圳大学的老师，就是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吧，也喝酒，就那个男的老师就喝多了，对，然后就这个开始说很多这些这个他不想跑到香港去，这个他要留在中国，但是呢，这个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什么的，然后他的应该那时候是他女朋友，不是他太太，就说你喝多了，对，我还记得他就说我没喝多，然后就举2只手说，那你说这是几？对，他说民主和自由。因为你还记得北京的那时候的那个示威者都打着那个 V 嘛，对的，都在说胜利啊，民主自由啊，对。然后他就这是几？他说民主和自由，对，就很多这种小的场面，对，他喝多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对，还有后来我终于见到家人以后呢，我们家人就特别害怕我留在北京，因为我都在北京到处跑，这个说你太危险了，被抓起来或者怎么样。那时候北京还有很多的戒严部队还在街上，因为我父母那时候已经在沈阳那个工作，我父亲那时候是这个应用生态所的副所长，就是他们那个所呢在长白山有一个观测站。就是科研的观测站。他说你现在那时候我的护照已经放到美国的使馆去领事馆去申请回美的签证，就护照也没有了，就放在那儿等签证。对，他们特别怕我乱跑，就是你上观测站去住，你不是喜欢山水吗？你就上长白山去住几天啊？对，等到你有了签证再回来。您回到北京是哪天了？我先从这个深圳，后来去了广东的另外一个地方，就他们找了一个朋友陪我回去，对，然后后来还是先回到了合肥，回到了这个，然后6月中我才回到北京。对，我现在回到合肥去，在科大要办一个所谓的出境卡，因为那时候这家已经开始了。那个从海外回来的人再出去要在当地的公安机关办一个出境卡，因为我的护照还在合肥，我是从科大出去的嘛。
然后我对科大的当年的老师也都是对我特别的关心吧，这个帮我办各种证件啊，包括当年的朋友。那我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吧，然后我家人就把我买了张火车票，就从这个沈阳到丹东，丹东再坐那个另外一个到他们长白山那个观测站。但是丹东因为是在中朝边境，对，我去过啊。这个在火车上的时候呢，很多那时候已经是不是6月，那已经是7月份了。7月份，对，那已经是7月份了。这个很多人还是在谈这些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儿之类的。然后我坐在那个火车的旁边的这些旅客就看着我，就说你是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学生，因为我就是学生。我说我是学生，我不敢说我是美国来的。这个他说那你干什么？我说我学生旅游。对。他说你什么学校学生啊？我就随口胡说，因为我那时候头发也挺长。我说我是中央美院。啊，你是美院的学生啊？你那时候也上了吧？就这样问我，就在火车上这样问我。我说你说什么上了吧？对，上了广场嘛。我没上，对，他们就好像特别对我这个觉得或者说我没说实话，或者是我怂啊，对，可是下了火车呢，就在丹东，下了火车以后啊，火车上有那个警察和还包括有军人，这个检查旅客的车票和证件，因为应该是靠近边境线，然后有一个警察就过来问我，说你的证件呢？哎，我还真没有证件，因为我唯一的是有护照，这护照还给去续签，还去续签去了。我就说我没证，那警察立刻脸就变了，说那你站住别动啊！立刻就叫来另外2个警察，然后那些车上的旅客马上就围过来了，然后有人就在说，哎，北京的学生被抓了，北京来的学生被抓了，就一下就围了一大圈儿。对，那个警察就紧张了，警察说你跟我走一趟，我说我只好那会儿我只好说我说我从美国回来，我的签证在那个使馆啊，美国使馆。那警察说：“那你得跟我走一趟。”对，上派出所去，我要调查清楚。对，然后就周围围了好几百人，对，而且这个传言都是说北京刚来的北京学生被逮住了，北京的学生被逮住了，哗，好像就围着那个警察都有点害怕了。对，虽然那个我就跟着警察去了那个警察所，对，然后他们给我父亲单位打电话，证明确实有我这么一个人。对，弄了半天，然后最后说行，没事儿，你可以走了。哎，刚说完这句，然后后来那个旁边那个警察说，哎，你在美国都看见什么了？我说我没看见什么。对，然后刚出了那个派出所，周围还有上百人没有散。对，然后看见我就说保护学生，要保护你。对，说哎呀，没事了吧？太好了。你上哪儿去啊？就这种气氛，哎呦，这个民心，你能感受到那个民心。是吧？其实我也不是，我也没法解释，我也不能表达，但我心里都记着，人心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对，然后啊，再说，你让我说的这些，真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事啊。在长白山的观测站啊，比如说这所长儿子来了，这个好好招待，什么给我安排一个，反正住在那儿。早晨醒来的时候，一大清早5、6点钟就被这个美国之音吵醒。对，在那说什么乌尔开西、万仞南到了巴黎，什么成立民主中国中线，我在中国根本就没听过这些，我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个多月了吧。对，长白山的一个科研观测站上，对，那个看门的老大爷把那个美国之音调得特别大，谁都能听得见啊！对，天哪，在那儿他们也不在乎。对，这个我一看什么党委书记什么的，好像都在这听着呢啊！对，就围坐着听啊，围坐着啊，听敌台。对，这个，然后就说啊，你从美国来的，你看见什么了？我说我回来很久了，我说我没看见什么啊。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说你们天天听这个啊，对我都没听啊。然后那个老大爷说听了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这个学生是对的啊，对，
这个肯定政府是错的，什么赵子阳反党，赵子阳是总书记，怎么可能反党啊？对不对？你看，肯定是错的。看门老大爷都能说出真话来对，哈。哎呀，他说真理啊，这是是吧？这是真话，对不对？只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他们大家不觉得有这个立刻的危险的时候，对，那种人心啊，那种人心，对，好吧，我再说最后一个啊，也不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到这些，然后在那个观测站上呢，有一波从沈阳农学院来的学生，实习的学生，大学生，而且刚来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对。然后那天他们要上山去实习，我反正在那儿也没事，他说你就跟着大学生一块上山去吧，他们就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就坐着那个 bus， 对，大概有四五十个，对。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后边，然后跟那学生坐在一起。那学生，我们都是中国80年代的学生，我都记得这个一起出去军训的时候什么的，大家就唱歌，就坐着开始唱歌，然后就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对，什么港台的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唱着唱着，突然有人说：“哎呀，这些都没劲，还是唱国际歌有劲。”就得唱国际歌，知道要唱国际歌。国际歌就是他们在广场上唱的歌啊，国际歌就是他们示威的时候唱的歌，对。然后突然大家就都不说话了，就一下子那个全车都静下来了，都想起了1个月前发生的事情。那么还是然后旁边我的那个坐旁边的那个女生就跟我说这车里头好几个当时是去了北京，后来又回来的。对，这个我们在沈阳的时候也都上街了，也都游行了。我说我知道这个国际歌国歌，这是那时候大学生唱的最多的渲染的风采。然后那个女学生就跟我说了一句我永远会记得的话。她说：“以前我不知道，因为到了那个份上，全车都不说话了。这个大家都在想，这个沉浸在那个气氛里头。然后她跟我说，她说我以前都不知道，我现在才明白我们国家为什么总是这么穷，我们的人民为什么总是这么苦。”我想他说的是，他看清了这个制度，他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这句话又过了10几年、20年、30年，又带了很多新的含义在里。我会经常每年6·4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后来发展了，对，中国也许一个专制的社会，经济也可以发达，也许这个穷和苦，似乎曾经有一段时间，已经被这个经济发达所掩盖了，对。可是，我觉得当时那个女生，或者说当时那一代人，所有的人不管是看门的老大爷也好，还是农学院的学生还是火车上的乘客还是我过去的朋友的老师，大家看到的生活的这个真相，这个中国人实际上是被奴役被统治对的这个真相仍然存在，对，仍然是理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对。而我想，包括我在内，是通过6·4知道这一点的，对。我觉得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人生的道路自然就不同了，对。也可以说我后来，你说我回到美国来以后，继续做这些事情，都跟这个经历有关，也可以说都跟，比如女生的那2句话有关，就是觉得自己是，是一个新的自己了，是一个看到了这个真相的自己，是一个新的自己了。
而而中国的跟自己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永远不会抹去的。对。你在7月份到了长白山观测站，后来回到北京，您具体做了什么？你身上带着那些钱，你后来给到受害者家属？那个是7月份前的，到观测站时我已经都在北京已经待过了。那是因为我北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吧，我就是要找那个6次死难者，对。然后我们院儿那个是北京的南沙沟，就有一个，别人就告诉我，就在隔壁那个几号楼，7号楼，应该是7号，我们家住在3号楼，就有一个死难者，对。然后我就问清了门牌号码以后，有一天我就去了，对。然后我的心里头就很紧张，不知道我也没跟事先联系，跟人家也不认识，而且那个院都是一些所谓国务院宿舍，都是一些或者是高干子弟，或者是一些这个民主人士什么，都是一个非常有特权的地方。然后是那人家是一个新婚夫妇是丈夫被打死了，对。在木樨地，因为那个南沙沟离木樨地很近，他那天在街上。所以就是妻子在家吧，就年轻的妻子肖晨芳，对，我还永远记得她的名字。我就敲了门，然后他就其实跟我岁数差不多，他就开门，家里头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我家住在这个Summer，听说你们家出事儿了我来看一下。他说那请进吧，让我就进去了。这是6月中，对，下去，这个，然后他就坐在他那个茶几前头，也没有问我什么，我就坐下来那一刻，因为我觉得我从美国经过这么多事儿，经过这么多人，终于回到家里头，然后就是为了见到一个死难者的家属来说一句话，这就是我最想表达的那一刻好像我的使命完成了，但是我又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他也没有问我说你是哪个学校的，你回来干什么，或者说好像大家都不需要再说什么，也不再问什么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我走，我就坐在那儿，他就坐在那儿，好像我也没有问他更多，他也没有问更多。就2个人沉默的，我都不知道坐了多久，就一直到天开始黑了。对，我说我该走了，这个我以后还会再来看你的。他说了声谢谢，对，就把我送出来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说，我所有的这一切这个。经过了好多的事情，经过了好多的人，包括跟我们家闹翻，在这一刻，好像就都放下了，就心安了，觉得我真是回来了。我自己对自己说，这个虽然我曾经没有上街这个游行，我也没在广场我也没有挡军车我也没有跟着这个大家一起这个谈情说话，但是。我是回来了，我见到家属了，对，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我也心安了，我不是外人了，对。所以在8月，他又再次回到美国的时候，他选择放弃物理学的学位，做一名全职的人权活动家。在过去30多年里，他先是做了大量的人权救助工作，后来在伯克利成立了中国数字时代的中英文网站。这个网站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媒体形式，用网志的形式大量的记录、保存和传播了被审查掉的新闻和中国的互联网自由信息。在过去20年里，中国数字时代已经成为几代人了解被审查的新闻最重要的一个阵地。
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创造力方式对抗防火墙审查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当然在美国去从事这种人权民主的活动我后来先是在华盛顿做全美学子联，这个后来呢到纽约做中国人权，是吧？又当然都有很多经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是我回中国的经历比如说我还比如说这个89年的9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华盛顿了，在全美学子联，这个当时大家都在组织一个叫11的华盛顿民主大游行，对，全美各地的这个中国人都来参加。我的活儿是组织那场这个大家聚会起来的时候那一台音乐会，对，有演讲有音乐，对，不知道为什么就落在我头上。这个我要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乐队这个把这场音乐会给这个大集会给办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都为6·4写了歌什么一个Virginia 的一个弹吉他的这个学生对一个美国学生美国学生对，一个什么西雅图的民谣的作者一个什么纽约的摇滚乐团，还有一个什么以前的明星，都被天安门的这个学生和这个精神中国人的精神所召唤，都为这个镇压所如此的这个罪恶所如此的痛惜，这个创造了好多的歌曲。那我特别记得的一个是在那个会都就是那个音乐会排得满满的然后我就要跟别人说不行，没有时间了，就不能把你的节目插进去，你上来我就在这做恶人。这个然后有一个芝加哥来的美籍华人的乐团，对，非要说什么你得把我排进去，说什么你得把我排进去。这个我说你也不比别人特殊对，这个有比你名气大的，有别人早就安排好的。他说这是我一辈子这个写的最重要的歌那个请你把我哪怕是排到最后，哪怕是在你完了之后，也请你把我排进去。然后他说的那么诚恳，我就说那你就放到最后吧对，这是等到我们演出之后，这个大家开始游行的时候，对，你在排队离开会场的时候，你等于再用你的歌。我说你歌叫什么名字？他说叫 My China， 我的中国。我说你去过中国吗？他说没有，但是我是华人嘛。他说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对这个中国还算是我的这个故国，对然后结果那天呢，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下大雨了，所以那游行队伍就开始四散了，我说马上就出发了，对。然后我看着他，我说你还唱吗？他说没问题，我是专业的这个就是没人听了，我也会把它唱完。对，他一个乐团4个人是个摇滚乐队，但是他是这个主唱，他应该是作曲的。他就在那个雨里头，几乎没有听众对，这个唱完了他那首歌，我还永远记得他的歌词My China, the land old and new,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uled by cold and few. 我今天也不知道这个歌手在哪儿，这个乐队在哪儿但是一个人的记忆就是由于就是这些事情片段画面细节人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紧张，对，那段时间特别疲劳。然后我同时就是事儿又特别多，我同时还要到日本东京去有一个会议，时差在东京的旅馆睡不着觉，就看那个推特上有一条简单的推文，是讲一个美国的音乐家开了一场音乐会，在一个中部的一个城市，名字叫
演奏了一首管弦作品，叫《长夜》（Long Night）。然后我就到 YouTube 上去看这个，是关于柳丝的。而且这个作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么多年来作为人权的活动家，我认识很多很多的人。这个作曲家叫王晓光，是当年1989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老师，所以他一定是经历过了一切。可是30年以后，他献出了这部作品，叫《长夜》，我从头听到尾。对，只有经过了那个事件的人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音乐的含义。可是我就在想，30年来，这个音乐一直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存在的，和今天他把它呈现出来的，对吧？当年的中国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北京市那么多人，中国各地那么多人，这些记忆一定是存在在他们的生活里头。像这位王晓光老师，他到美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是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一个艺术家。在那一刻的那个音乐，让我想起了所有刚才我们谈的这些，然后所有的疲劳、所有的压力、所有的这个焦虑都不足道了。你觉得是这种东西把人心还是连在了一起？你还是在那个你这个不能叫坚持，坚持好像觉得太费劲了，就是你还是没有离开你自己的那个真正的心里头的召唤，而且那个不是你自己的，是跟所有人连在一起的。好像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像这个不管是每个人的生活也好啊，还是这个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世界的什么这个国际风云，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在更深的地方，对就像这位老师的音乐，他花了30年的时间呈现出来。让我在一个东京的旅馆听到，但是让我找到了，也是自己心里头最珍贵的东西。对，可以面对生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是这个困难。我想这个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种经历，都是存在。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些时刻。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谢谢那位王晓光老师。您刚才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好像社会会变，国家好像有很多大事，但是你最后发现影响你的，甚至影响很多人，每一个人的，可能就是那些特别细的那些 moment， 那些时刻，然后跟那个时刻相关的细节的记忆。当然也是大事儿，就是说当然它是某种意义上讲跟大事是连在一起的，是吧？而且呢，也不是说生命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的所有的一切被固定在那一个时刻，只是你后来所有的成长和变化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过去的经历。明白？对，比如说。我后来当然就成了一个人权活动人士对，在纽约做这个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就是搜集政治犯的名单这个对，在国际上呼吁可是有一件这个事情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北京开始申请奥运会，对。然后这些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呢，包括就有一派就反对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不应该给中国政府奥运会，对，也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很多海外的中国人也觉得说应该给中国奥运会，因为帮助中国开放，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儿。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就为这事很纠结，说我也是80年代大学生，我也记得中国的女排呀，我也记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也是北京人，我也希望北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这种都市来这个主持奥运会，这也好像仍然我也觉得有光彩。另一方面，我觉得说好像是不对劲，中国政府去办这个奥运会对，给他等于是
国际上给他这个承认，在这个天安门以后，在6四以后，我记得我当时在中国人权内部有过一个很多的讨论，说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最后决定说我们就不持立场啊，对，我们提人权问题，但是北京该不该开奥运会这件事儿，我们就不明确表示态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的办法，但确实表达了像我这样的这种从中国出来的人权活动人士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纠结。当然还有不同的样，有的人坚决支持，有人坚决反对的。我说这个是因为后来发生的2件事。一件事，我几年以后，我有一次在希腊自己旅游，对，我去看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旧址，对，在那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旧址上看那个说明，想到这个当年古希腊人对这个举办的奥运会的那个姿态，以及背后当时的那种人类团结和欢乐的精神。对，我想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流亡中的人了呀，这也是一个离开中国好多年的人了。这些经历带给了我新的理解和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很清楚，是不应该给中国政府奥运会的，因为共产党政府违背了奥运会的最基本的精神。也是在那一刻，我明白应该跟中国人民是分开的。就是我也曾经是跟很多北京人或很多中国人一样，希望中国的有这份荣耀啊，希望这个我们中国有中国人有这份面子，或者说这个开放也有好处。但是这种对世界渴望的激情、拥抱的激情，实际上在那件事情上是被共产党政权给利用，去达到了他的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目的。对，我是在那一刻自己觉得说，我现在再问我的话，我会反对给中国政府这个奥运会，哪怕是很多中国人不同意我这一点，但是我自己想到了那个决定。然后再过了好几年，2001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您那时候是不是在北京？就是正式把奥运会给北京的时候，北京人上街游行，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那些欢乐的那个庆祝，而且你从电视上都会看见，他们是真心的，是真心的觉得中国现在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了，生活好起来了，这个有了这么高的荣耀。我看着这些人的时候，又想起1989年时我看到的同样的人，这些人就是党军车的人，这些人就是支持学生的人。这些人今天也是真心的希望看到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好起来，这世界一部分的人，他们仍然是，就是我觉得我又能理解，可是又有点陌生，也不是陌生，就是说我自己的生活已经让我有一种新的理解，对，不一样的理解，过去了，就是过去那个状态了，就是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曾经我们都淳朴的希望那个土地和那个国家和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和这个国家的那种荣誉感，跟我们每个人的荣誉感可以一起分享的，是一体的。对，但是这个一体感有的时候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我们很向往的，也是很好的。对，是很好的。可是当我在一个流亡的这个道路上走了这么久以后，我发现我个人变化了和成长了。对，我能够理解很多这个庆祝的人群，但是我不会再成为这个庆祝人群的一部分了。完全理解您在说什么，就是会越来越区分，我们的血缘，我生在哪里，我某一段记忆跟那个城市有关，某一段记忆我的情感跟那个口音有关。我很理解这一群人，他们为什么那个时刻开心，但是会愤怒，甚至有点郁闷，就是这是同一群人吗？这一群人，你们如果看过，学生们
他们就是那波人，然后你就会问这波人，你们如果看过学生们为民主和奋斗，也看着过学生们被打死，你们怎么此刻还能那么高高兴兴的再去庆祝这个政府他们的快乐呢？那是12年以后了，生活总是要这个对，然后你也能理解他们那一刻，他们想全心全意要他们的幸福，但是你会觉得啊。我抽离了，我没办法再跟这个点上的你们是的，这个和我，比如说1989年的时候，和那些街上的人和那些所有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是一个相反的感觉啊，对，但是两个都是对的，就是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谓对不是不是对，就是说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的，对对对，那份和自己的人民在苦难中一体的感觉。是真实的，对。那么在流亡中，对政治、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而过去的10几年里头，没有和在北京生活的人在同样的氛围之下，对。最后在这个奥运这件事上，比如说，实际上我已经不能够跟他们一样的体会他们的那种。不仅是不能体会他们那种兴奋和高兴，而且会觉得这种兴奋高兴是有缺陷的，是被利用的，有悲哀的成分。对我作为这个远方的亲人，这个我能够看到自己已经在这点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我接受这个现实，这就是流亡者。对，这个现实不使我沮丧，我觉得是我力量的一部分。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人群之中，有的时候可能在人群之外，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完全懂您在说什么，就是会，越来越清澈。这个清澈是对自己的。以前我记得我10几年前，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还幼稚还年轻嘛，我当时会觉得你做着一件特别棒的，但是特别难的事情，那特别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做记者，你做反审查，你其实是在挽救那些被记者写出来或者被网民写出来，但是很快被删除的东西，所以你在用另一种方式在记录、记忆和保存信息。所以我那个时候一见你，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香港见，我觉得特别高兴，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但是他懂你写的所有的东西，他知道你在说的所有的事情。然后你虽然在中国离开中国10几年了，但是不管网络的词汇还是最细的那些民生网络的那些trends 那些趋势，你全熟。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棒，但是这个棒之后我知道要花多少功夫，因为你人不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如此紧密的跟踪观察，这中间要有多少在乎才能做这件事儿？就你得在乎它，你才能远方天天在盯着这件事儿。但我当时感受到的一个辛苦，就是我就一直好奇，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就怎么找到这个强大的力量？不是说了这个在乎是这么来的吗？对，我现在就懂了，你这个在乎在哪里？当时你没跟我说，可能要不是我幼稚，或者当时你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言说，我可能没找到什么话来说，因为这些事儿不讲这些具体的经历，对它不是抽象的道理，因为有互联网，对吧？这种新的通信和传播的技术，我记得我刚到伯克利到这个新闻学院的时候，院长让我下委这个 oversell，院长让我这个对，说是你就教一门人权课吧。对，我说这个我可以教人权课，在伯克利新闻学院教人权课。对，我说我可以教人权课，我过去10几年都在做这个。不过我说院长那个我是想学点新的东西我是才离开中人权的。这个他说你想学什么新东西啊？我说我那时候也说不具体，互联网我对互联网感兴趣，新的可能性。他说互联网，这是2002年。他说这个我们都听说有一个非常新的东西叫
blog，说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知道这个可能会对新闻有影响。对，你要不就跟我们那个新媒体的老师一块儿这个去看一下这个 blog 是怎么回事，或者说去教门课试试。然后我就2002年我就回家去，那时候还雅虎了一下这个 blog， 对，然后就发现一个 blog.com， 然后就在上头折腾了1个下午。博客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博客中国，叫对，就 CN 对，然后就回去跟院长说，这个也没什么课可教，这跟 email 差不多，太简单了啊。对，当然我那时候不明白这种社交媒体，那是社交媒体最早的这个模式吧。个人网文嘛，自己的日志。网志对。网志。那当然，随之发展的技术以及这个后来我们叫自媒体、社交媒体这个个人的表达，用户产生内容，后来变成所谓的网络2.0，对吧？这是一个重大的潮流。那中国数字时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这个产生的，就是我弄了一个网志，然后呢又去到中文的互联网上去看那些论坛，看那些网志，看那些最新的声音。我突然发现说，这是5月份的时候，这个有人说那天又快到了，没说别的，就说那天就要快到了。然后旁边有人说，兄弟，你那时候在哪儿？我就觉得我在一个半个地球以外的人，好像又听见了这个，我找到了，是吧？这些我一直在找的声音。对，说话的人一定跟我一样，那时候也是20多岁的人，也许30多岁啊。对，这个一定是20年来他还记得说那天快到了。对，也不用多说。对，也那时候也不存在审查，也不会去找这句话。对，也不能明说，可是好像他的朋友就明白，论坛里头别人就会明白。哎呦，我觉得互联网能使得我和这些人重新连在一起。也许那个人就是我当年在火车上问我的那个乘客，是吧？对，我就是重新得到的这个连接，使我能够这么在乎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新的啊，这些最新的一代，这些最新的生活，这些中国变化了很多，也都是让我也让我在乎。对，可是最让我在乎的是，好像就是跟自己的这份连接，有的是陌生的，有的是我不同意的，有的是我看不懂的，还有更多是我熟悉的，是我知道的，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从来就是，只是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些错失信息里头，我觉得我能够听到它们，我能够记录它们，我能够帮助传播，然后再遇到审查，才会意识到说，那既然在墙外有审查，那我在墙外做这个项目，就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抵制这个审查，或者是对，为这个抵制审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中国数字时代最基本的来源吧。我一下就明白了。因为如果我们官方介绍中国数字时代，您会怎么介绍？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说？当然我说是一个反审查的项目，但是我不会说我是在这个5月份的某一天，在中国的某个论坛上那一句话，对，这一天快到了，让我想起自己所有真正在乎的那一切和这个的联系，和这块土地的联系，和这些人的联系，以及这个技术带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您在用新的技术方式，在跨越一个是物理上的千山万水，一个是跨越在实际生活中的没有连接，然后你用技术找到连接，而且这些连接不是我用技术，是技术提供了这个可能性，技术帮大家找到彼此，是的，而且找到彼此可能是找到彼此的那个 shared memory， 就是共同记忆，然后因为这个共同记忆再返回来说，哦，原来我不孤独啊，有人跟我 share， 是，我觉得网上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都是这种感受，很多人都是这样，对，那对我又格外不同，是因为我不能在那儿，我这个，所以这是我唯一的方式，对，我还记得这个有一个杭州的女学生，当时是学这个应该是浙江大学吧，学西文的，对，她就在那写网志对，叶子她就说我的理想是做这个
一个记者，对，这是2002年，对，然后他后来还写了一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新闻自由的。我那时候是在伯克利啊这个新闻学院教书，看到一个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对，写一篇新闻自由的这个向往，对，然后是在网志的形式。后来这个叶子成为那个早期的中文网志年会的组织者之一，对对对，等于就是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个在有了这个技术工具和平台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也就是能够发表出来，对吧？那你也可以说，又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这个想新闻自由的人士仍然现在变成了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头。对。可是，在20年前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份光亮，曾经有过很多理想和热情。对，而且呢，这个互联网呢，使得我在半个地球之外的人也能听到。对，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啊。虽然我不会去跟他们本人去说这些，在这些声音被打压、受到挫折、被消失的时候，也会让我更明白，自己做的这个具体的项目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对，这些是在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是很知道的？但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一件一件的事情积累下来的。我再一听，我就觉得，本来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但现在好像也有答案了，但还要听，因为中国数字时代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是一个特别创新的项目，但现在20年了，莫名其妙的20年了。经历了，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刚开始先是博客，对，后来有什么饭否，对，开心网，对吧？然后后来就变微博，2010年是微博元年，说是，但那个时候2010年还有希拉里的那个自由互联网的讲话，所以其实从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纯粹的就是防火墙。刚开始你可能你的网站都还没被抢，但是后来也被抢了，然后后来这个防火墙就变成了常态。然后在这个防火墙的常态下面，墙内和墙外，我们老说成了2个世界但是两边都在发展。然后你会看到墙内的各种微博、微信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密闭的社交系统，它好像就是中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密闭的圈子里头互相聊，只要你不跨，一个是不踩那个红线，一个是你也翻不出来这个墙。但是您CDT 一直在墙外，一直在，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老项目了，20年了，在互联网的速度下面算是老项目了。是，那么我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看到技术到底给到整个公众不管是保存记忆、传播真相，我就说具体的中文世界的用户，具体给到了哪些推进，还有哪些你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地方？我知道我脑子里马上想到的，比如说那个彭载舟的事情，比如说白纸大家怎么连接的，您都可以，就是技术到底在这个不断的突破和审查和防火墙的过程中间，现在还在干什么？但另一个讨论就是，同一方面又有什么 AI， 又有 TikTok， 所以AI 是不是可以取代新闻？TikTok 是不是把所有人的记忆又都碎片化？又是新的讨论。所以 CDT 作为一个已经从新变老的这么一个项目，您在这儿做，你是怎么继续 echo， 怎么去怎么去对付处理这些变化，然后又还要保持你最初的这个价值。我想作为一个平台包括我们用的工具，就是这个博客工具，对，是老的对，当年是新的，这个今年一定是老的，但是这个网上的内容和这些被压制的声音这个应当说还是新的，就是比方说疫情的时候是那些四月之声是那些表达不出来的，对吧？然后这个现在可能又有很多关于民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这些内容永远是这个最现在的生活的一部分，对吧？审查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说只对一个已经规定了的内容这个进行审查，它实际上是对每天最新的内容进行审查。你要说到新闻的话，我想，因为我自己是学物理的，这个我到伯克利来，即使是在做那个博客，我也
一直就是因为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自己的工作的项目，某种程度上讲是建立自己一个新的自己，所以最要问的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啊？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对呀。然后这个我还记得我跟另外2个这个新闻学院的老师，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记者，在开这门课，就是要做一个博客嘛。做博客，这个老师就说，另外一个老师说，一个媒体最重要的是要起个名字。对，这名字叫什么很重要啊。对，这个，然后另外是技术上你起好了以后，才能申请那个域名，然后才能把这个博客弄起来嘛。对，所以我们就讨论起名字，是关于中国的，是关于中国的，是关于互联网啊，这是关于数字技术的。但是叫什么呢？这个就要生动，要有中国特色，要什么这就起了好多，学生也起了好多主意。后来也想不好，就叫 China Digital News， 哎，这个就是中国，然后是 digital， 然后是 news 新闻嘛，对，就是新闻。我就一直不太满意，我觉得 China Digital News，China Digital News 是代表我在这个关注的东西吗？然后，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有博客就是一个最新的东西在上头，然后这发生的事件链接，然后时间线时间就是时间线嘛，就是时间线嘛，对。但是我一直好像这个叫什么名字或代表着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一直是困扰我。对，然后有一天就过了大概半年多，有一天这个早上也没有什么来由，我突然想，哎，我说这个最新的东西在上头，这个然后就按时间排序啊，就是这个然后就是一件。哎，这其实不就是时间嘛？这不就是 Times 的一种表现嘛？对，啊，我当时想，怪不得《纽约时报》管它叫时报啊，管它 New York Times， 怪不得这个时间杂志叫 Times， 就说这种信息的这个呈现的形式或者记录的形式，其实就是时间嘛。那我做的不就是关于时间的事情吗？其实我读物理的时候对时间这个概念最感兴趣，我现在还感兴趣，我只是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呈现。那我应该叫 Digital Times。这个我想到了这个名字，把它改成 China Digital Times， 我一下好像就想通了。对，好，一下就觉得说，哎，这个项目要做下去。对，而且呢，这个关于这个 Times， 关于这个时间还有很多含义。比如说，这个在新闻学院他们说，以前是报纸，后来当然是网络的工具了。说那报纸是新闻的第一稿，不是历史的第一稿，对不对？是第一稿。然后后来就说，那就博客是历史的第一稿，对。那我就想到说，哎，那就是 timely， 是新闻不是要快嘛，要马上嘛，对不对？那就说我这个每天这关于社交媒体的这种信息，就是历史的最粗的第一稿，是吧？那维基是什么呢？那维基就是历史的永远没有完成的最后一稿啊，但只是永远完成不了。一个是 from timely 啊，就是要最新的。一个是 timeless， 对，就是维基百科这种的啊，就是叫永远的没有时间的存在下去。从 timely 到 timeless， 从博客到维基，这是当时自媒体的两个极端。对，哎，恰好像是覆盖了这种，我要想在这个信息的空间怎么找到一种呈现的方式，怎么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视角啊。与其说是自己的，不如说是这个就是我最关心的这个视角来呈现。那就是今天你既看到有个中国数字时代，还有个叫中国数字空间，就是那个维基让那些即时的东西怎么沉淀下来，然后又在所谓的空间，就是说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维度，对，怎么让它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经典和永恒的东西，它成了一个档案。是当然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实际做是巨大的工作量啊！你做了10年也觉得说，哎，我才做一个草稿，然后你再做到20年，你看说，哎，这还像一个0.9了，1.0都不敢说。对，永远是不完美永远是有许多要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呢，这种信息的组织和呈现，虽然是个老的媒体的形式，但是还是足以让我觉得说，它能帮助我不仅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的关注投射上去，更能把这个就是网络上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整理出来，是吧？而且这个交界的地方就在于一方面是审查和是一方面是发声，对吧？这个审查和抵抗的交界，恰恰就构成了这个网络信息的，在我看来有价值、有内容的这一部分。对，我有时候跟学生说，我说，这就是所谓的从我到我们啊中间的这个桥梁，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对，可是要有我，对，你的在公共空间的表达、呈现，哪怕是整理，也是要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我的基础上的。对，这个自我是先形成，先于你的社会和政治的自我形成，但是又跟社会的政治自我是绝对有关系的啊！对，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好，什么样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跟这个世界相互这样影响产生的。可是你一旦表达出来、整理出来，被大家看到和大家互动以后，你实际上是开始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对，这个从我到我们这个的过程，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流亡者的过程，也是任何一个活动家的过程，或者说是任何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哎呀，太好了！我觉得你一下子就把这个数字时代的这个经典价值和它的这个不朽感拿出来了。这个两形容的有点大，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特别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互联网这么快速的技术快速往前走 ，AI 现在都要把人类给取消了，所以是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哎呀我在做什么？我这个东西还够不够新？就这个价值是什么？但我发现价值当然是重要的，对吧？那个人工智能，今天生成性人工智能的还是刚刚出现啊，它的潜能是巨大的，对吧？而且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下一步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在说这个互联网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数就将是 AI 生成和协助生成的了。可是你想，有些事情，人并不是因为它的某种数量或者质量，人是因为它的这个有些内容是因为它的这个。英文叫 authenticity， 就是它这个原初不可替代性，是吧？坦克人是不可替代的，是的。对你再做多少精美的录像，也不能代表那个穿着白衬衣、提着塑料袋站在坦克前的那1分钟啊，或者几十秒钟。这个彭丽发是不可取代的，对你再怎么用 AI 制造内容，也只有一个彭丽发在那一天站在了四通桥上。震撼了世界，也唤醒了中国。这是来自很具体的这个真实的人，对他做出来的真实的事情。人的内心是会对这种最真切的声音共鸣的。对 ，AI 只能帮助这些，或者说不可能代替这些，不可能代替这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是在反抗，一方面是在极度的控制。是，而实际的情况是，反抗的机会、反抗的空间、反抗的力量和反抗具体的人都减少了。现在是在这个时刻，对这个我绝对同意。我也曾经有一种比较天真的乐观对，看到这些反抗的声音，看到这种反抗的力量，比如当时这些微博上的很多这些比较自由派的声音这个听众很多，对，很占上风，这个谁都会希望说这样的力量可能会使得中国越来越自由，对，甚至带动政治的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从大的角度来看的话，历史是可以倒退的，历史曾经倒退过很多次的。这个今天我也不再说什么事情是个简单的进步，可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即使是大的环境不是你所左右的，可是你自己坚持什么，你自己肯定什么，具体到做什么就我话说，怎么从我到我们。属于你的那个我们那是这个问题是永远要存在和回答的。
对，不能说历史往什么方向走，那我就好像有顺风车，或者说是我生命的价值就完全要这个限定在大的环境是怎么样？不是的，每一个时代都人们都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对，有的时候在困难的时代，在转折的时代，在迷惑的时代，更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同伴。我觉得您说的完全在说我在说的话，是不是我从你这学的，还是我就这么想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最后你会发现，价值是自己定义的，没有任何人能给你定义这个价值。然后你觉得这个价值这个事情有价值就做就行了，然后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价值它就在你自己定义的这个过程中生发出来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给自己打鸡血，打来打去觉得好像就有了鸡血。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人也不是就是谁也不是永远那么强大那么坚强，或者是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都不是的。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懈的努力，对吧？这个我是学物理的，这个学物理人都知道这个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的努力要不然的话，就事情都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这个越来越乱套。这个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不断的努力，这个每一个生活的建立，每一个秩序的建立，要想达到一种价值，就得不断的努力。这个不断的努力中间会有变化，会有转折，甚至会有死亡缺失、失败。这个没人说生活一定是喜剧或者是悲剧，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流亡也好，离散也好，或者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和那个社会当时是开放盛世也好，还是这个黑暗时代也好，还是要靠在那里头生活的每一个人，自己的对生命的努力，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您前几个月跟那个在学校里面交流的这些学生们回答，他们问您的问题是说怎么办？我们现在还能干什么呀？您怎么回答的？我不能告诉他们干什么，对吧？这个可是我很感动，说35年前，我和一些中国学生，年轻的中国学生，在大屠杀刚刚发生以后，人们的恐慌、疑惑、震撼之下。问自己的问题，对吧？35年以后，新一代的中国人，新一代的青年，这个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还会问出这样具体的问题。对，当然我走过的路，不能够就是简单的说你也这样或者怎么样，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谢谢你的采访。我愿意跟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是吧？对，也许他们的中间能够体会到什么，也许对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会有帮助。